越聪明的人，为什么到了感情里反而越像一个笨蛋？这个问题最讽刺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突然变笨了。工作上的他思路清楚，反应很快，遇到麻烦知道先抓重点，别人还在焦头烂额，他已经把问题拆成了3步。开会时谁在回避责任，哪句话前后矛盾，他一听就知道。可一回到感情里，他最擅长的这些东西像突然换了一种用途，敏锐变成挑错，冷静变成疏离，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后成了一把用来切断情感的刀。他明明很爱你，却总能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说出一句最不该说的话。他明明想把问题解决，最后却连提出问题的那个人也一起解决掉了。你哭着问，你为什么不能先听听我的感受？他皱着眉回答，我不是正在听吗？但你说的很多东西都不符合事实。所以越聪明的人在感情里越像笨蛋。真正的原因可能不是情商低，也不是他真的没有感情，恰恰相反，他可能比很多人更害怕情绪，更害怕局面不在掌控之中。以前我也会觉得，一个人吵架时那么冷静，应该代表他成熟稳定。后来观察过很多关系才发现，有些冷静并不是心里很稳，而是他太怕事情脱离控制。对方一哭，他脑中首先冒出来的不是心疼，而是慌，现在到底要怎么办？这场对话什么时候结束？我要说什么，他才不会继续难过？他回答不了，便退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解释，开始校正细节，也开始控制谈话的方向。看上去最镇定的人，里面可能才是最不敢碰混乱的那一个。逻辑是他熟悉的领地，只要事情还能分析，他就不用承认自己正在慌；只要还能争出一个对错，他就不必面对另一件更令他不安的事。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的人，正在因为他而难过，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看清自己，有时候需要别人的眼睛。这里是心事解码所，陪你读懂关系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你总爱和我争个输赢，你赢了，我和我的眼泪要睡觉了。凌晨1点47分，你把这3句话发给他，随后将手机翻过来，扣在床头柜上。房间的灯还亮着，他没有力气去关。枕头湿了一小块，眼睛也疼。手机隔着木质柜面震了2下，停了一会儿，又连续震动起来。不用看，他也知道他发来的是什么，一段很长的解释，可能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也有他认为你误解了什么，最后还会附上一句，我希望你冷静一点。我们就事论事。以前你会拿起手机，一句一句的回，我没有说你故意伤害我，我说的是你的做法让我难受。我不是要追究你，我只是希望你明白。解释到最后，他会发现很奇怪，明明一开始是自己受了委屈，后来拼命证明自己没有恶意的人，却变成了他。今晚他不想回了，不是没话说，是说过太多次。他噼里啪啦讲那么多，真的不是为了指控他，也不是非要等一句对不起，他甚至没有想和他吵架，更没想逼着他认错。那些混乱的句子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他希望他能明白某些事情为什么让他伤心，他当时为什么那么难过，知道以后下一次别再那样了，好好爱他，仅此而已。可每一次他把委屈递过去，他接到手里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检查这份委屈是否成立。你想说请你理解我，他听见的却是请你承认你错了。一个人在求连接，另一个人在做答辩，于是每一次沟通都会莫名其妙地变成辩论赛。你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过这样一次，你原本只想告诉对方我很难过，聊到最后却在忙着翻聊天记录，还原时间线，证明自己没有记错，也证明那份委屈不是凭空捏造。说着说着，连你自己都忘记。一开始不过是想被抱一下，最累的并不是意见不同，真正磨人的是你还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有资格难过。这一次争吵的起因其实小的不能再小，
晚上原本说好一起吃饭，你提前下班，在餐厅等了40多分钟，他临时被同事拉去处理项目，忙起来忘了看手机，直到事情结束才告诉他来不了。你回家后说，你至少可以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真的挺难堪的。他第一反应仍是解释，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我也不是故意临时爽约。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说我当时很难受，可你现在这个语气，就像是我故意把你扔在那里一样。我没有说你故意，但是你一直在强调你等了40分钟。说实话，餐厅离你公司也不远，而且你不是也吃了东西吗？如果当时觉得不舒服，你完全可以先走。你看着他，突然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解释。他说自己等了40分钟，不是为了计算损失，也不是要他赔偿那40分钟，他只是希望在自己被忘记的那一刻，那个失落可以被他看见。他却觉得只要能够证明这件事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就不应该继续难过。而且你后来发的那句话也很伤人。他拿出手机，你说算了，反正我也没有那么重要，这算不算情绪化表达？我临时有工作，怎么就推导出你不重要了？这个逻辑根本不成立。你低下头，过了几秒才说，我是在告诉你，我那时候觉得自己不重要。你觉得不代表事实就是这样。这句话从逻辑上看，当然没错，感受不是事实，委屈也不能直接证明谁有罪。可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说，我觉得自己不重要，很多时候不是在提交一份事实报告，他是在打开一扇门，希望对方进来看一眼。门后面也许有失落，有被遗忘的恐惧，还有一部分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旧伤。他没有走进去，他站在门外，认真纠正门牌上的字写得不够准确。你后来问他，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先反驳我？他也觉得委屈。难道保持理智也有错吗？如果你说的不对，我也要顺着你说。两个人在一起，难道不是应该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吗？当然，保持理智没有错，讲道理也没有错，即使是帮理不帮亲，本身也不是什么坏品质。假如伴侣真的做了伤害别人的事，你不能为了表示爱，就替他颠倒黑白。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人联合起来对抗常识，更不该成为包庇错误的理由。问题出在时机。一个人被情绪淹没的时候，你递给他的第一样东西，如果是结论，他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帮助，而是拒绝。并非道理不重要，是道理到得太早了。这里不必把大脑讲得太复杂，你只要知道，当一个人感觉被否定、被抛下，身体很快就会进入防御，心跳快了，肩膀紧了，注意力也只剩下眼前那些让他受伤的话。那时不是他故意不听，脑袋确实没有那么多空间再接住一整套完整分析。你说先冷静一点，他听到的可能是你的感受很麻烦。你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落进他耳朵里，可能变成了没有人站在你这边。你以为自己只是在分析事件，对方的整个身心却正在判断，这里到底安不安全？我还能不能继续说？我暴露脆弱以后，会得到拥抱，还是会受到第二次审判？等情绪慢慢降下来，道理才有位置。太早塞进去，对方接到的往往只是第二次否定。这个时候继续加大音量，或者把逻辑说得更完整，通常没有用。你以为对方没听懂，于是再讲一次，对方感到自己又被否定，情绪更强，看见他越来越激动，你更加确信这个人不可理喻，只好拿出更多证据。到了最后，一个人哭，一个人冷着脸，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被逼到墙角的人。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里最隐蔽的恶性循环，不是没有沟通，恰恰是说了太多。只不过每一句话都在试图把对方推回自己熟悉的世界。对他来说，感受被看见以后才有力气讨论事情，他的顺序刚好相反，他坚持先把事情说清楚，才允许大家谈感受。谁也不是天生不讲理，
谁也不一定存心伤害谁。顺序一旦错开，两个人就像隔着一面玻璃说话，嘴唇都在动，声音却到不了彼此那里。有一种人，吵架时特别让人无力，他没有骂你，也不是完全不听，相反，他听得非常认真。你说一句，他猜一句，你讲一个感受，他马上找出其中不够准确的地方。到最后，你甚至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难过，只记得整晚都在替自己的眼泪辩护。心理学把这种处理方式叫做理智化。当某种感受太难承受，人会躲进分析、概念和因果里，暂时不用碰到真正的情绪。伴侣在面前哭，他忙着复盘每一句话，因为一旦停下来，心疼、内疚，还有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帮他的无力感，就全都上来了。分析未必是假的，结论甚至可能很准确，可准确不代表完整。他一直认为自己很稳定，他很少失控，争吵时也不会摔门，他声音大起来，他反而会压低声音，一脸冷静地说：你看，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交流。他从未想过，冷静也可能是一种失控，只不过有的人失控表现为大哭、怒吼，有的人则表现为拼命控制场面，不允许任何一句话脱离他的逻辑秩序。前一种失控很明显，后一种却常常披着成熟的外衣。绝对理性有时不是理性，而是一个人对混乱的恐惧。很多这种人其实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难过没有用。摔倒以后，家里先问的可能是谁叫你跑那么快，受了委屈，听见的又是别人为什么不找别人，先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哭不能解决事情，喊疼也只会显得不够坚强。久而久之，他学会把感受收起来，赶快找原因，赶快改正，最好下一次别再犯。家人未必不爱他，只是那份爱总包在建议里，关心也藏在纠正后面。他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一个人难过时，可以先不分析，有人坐在旁边陪一会儿，事情晚点再说，也不会天塌下来。我觉得这里很容易被误会，我们常把一个人能忍，会解决问题，当成内心强大，可有时他只是太早放弃了求助，也太习惯在受伤以后检查自己。那套方式保护过他，甚至让他显得比同龄人成熟。到了感情里，同一层保护却挡住了亲近。这套方式让他变得优秀，别人情绪崩溃时，他还能做决定；工作遇到突发情况，他很少慌乱。靠着这种能力，他获得了不少肯定，也慢慢形成一个很深的信念：只要足够理性，就不会被混乱吞没；只要自己是正确的，就没有人能够真正伤害他。可是亲密关系偏偏不是一张可以预先计算的试卷，你可能尽力了，对方仍然会失望；你可能没有恶意，某个行为还是会让爱人受伤；你甚至可能每句话都符合事实，却在一个不合适的时刻，让事实变成了伤人的东西。亲密关系最让他难受的，正是这种不确定。他哭的时候，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抱一下是不是太敷衍？如果承认他很委屈，会不会等于承认全部都是自己的责任？万一自己安慰完，他还是不高兴，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相比之下，分析谁说错了什么，事情应该怎样解决，安全得多。题目不会哭，方案不会突然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只要把它拉回逻辑里，他就能重新感觉自己有能力、有价值，也没有失去控制。于是，当他说我们来分析一下的时候，那句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很可能是：你的情绪让我很慌，我不知道怎么靠近你，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好起来。让我处理问题吧，至少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理解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心软，原来他不是不爱，只是不会。原来那些道理背后也藏着他的恐惧。但要注意，理解一个人的防御机制，不等于替他造成的伤害免除责任。过去能够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却不能让身边的人一直承受同一种伤害。不会安慰可以学，面对眼泪很慌，也能老实说出来。
真正令人疲惫的是他坚持自己的方式才叫成熟，还反过来要求受伤的人检讨。为什么你不能理性一点？一个人不会安慰，可以学；面对情绪不自在，也可以诚实的说出来。最怕的不是笨拙，而是把笨拙包装成绝对正确，然后要求受伤的人反过来检讨。为什么你不能更成熟一点？为什么你就是听不得道理？这时候，理性就不只是防御了，它开始变成权力。有些人在关系里习惯扮演理中客，伴侣和别人发生矛盾，他首先站到第三方角度，伴侣质疑他的做法，他又迅速跳出关系，像个旁观者一样分析双方都有问题，看起来公正，甚至显得很有格局。可有时，那只是在回避一件更具体的事，他不是请他审理整个事件，他在告诉他，你的做法伤害了我，他却立刻把焦点扩大，谈工作多么突然，谈成年人应该管理期待，谈他那句我不重要，多么不客观。绕了很大一圈，唯一没有认真面对的，正是自己忘记通知他这件事。当一个人每次伤害伴侣以后，都迅速升到上帝视角分析双方，他表面上退出了争吵，也可能顺便退出了自己的责任。你为什么一定要分谁对谁错？他问。他回答，因为事情本来就有对错。没错，事情可能有，但感受不是法庭判决。你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有罪，才有资格感到受伤。对方也不必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你的委屈才算成立。你没有恶意和我确实受伤了，完全可以同时成立。你有你的理由和你的做法需要调整，也不冲突。我觉得很多人最容易误会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过度抓住逻辑，不一定是不懂感情，他可能只是容不下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在他们心里，如果承认伴侣受伤，就等于承认自己很差。一旦接受对方的感受，仿佛就失去了为自己解释的权利，于是只能拼命反驳。不是每一次都在争事情，有时候是在守住那个不能犯错的自己。他曾经问过他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承认自己做错了，会发生什么？他愣了几秒，他说，错了就改。能发生什么？话说得轻松，可真正进入冲突，他从来不是这样。一次说话语气重了，他会解释自己当天工作很累，忘记约会。他强调事情临时发生。他说最近感受不到关心。他拿出过去做过的事情，证明他的判断不准确。原因当然可以讲，但解释与承担责任之间差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当时有我的原因，可他还是伤害了你。这一部分我愿意负责。会说这句话的人并没有放弃理性，他只是终于能够区分，承认一个行为造成的影响，不等于把整个人判成失败。真正稳定的自我，不需要靠每场争吵都赢来证明。很多人以为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沟通，他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他买过沟通方面的书，学着不指责，尽量用我感到代替你总是。每一次不舒服，他都提醒自己别冷战，要说出来。后来他才明白，沟通不是只要开口就会有用。他表达委屈，得到的却是逐句找漏洞，想谈感受。聊天记录被翻出来，证明事实不是那样。好不容易把需求说出口，对方又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交流进行的越久，他越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太敏感了？是不是这件事根本不值得难过？是不是我每次表达不舒服，都是在给别人添麻烦？有没有一个瞬间，你发现自己已经不想跟他说了？不是没话，你只是知道，说下去又会变成解释大会，最后连表达需要都觉得麻烦，还不如自己消化。长期被纠正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我很难过慢慢变成我没有资格难过。这也是为什么亲密关系中的情绪确认如此重要。所谓确认，不是说你想的一定对，更不是立即站队，它只是让对方知道你看见了这件事在他心里造成的真实影响。一句你在那里等了那么久，肯定很失落。没有判定他是坏人，
也没有否认工作确实突然，可它会让他知道，他不必独自携带那份失落。心理学研究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情绪标记，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把那团说不清楚的感觉慢慢叫出名字。你是不是有点委屈？听起来，你那时很害怕被我忘记。别小看这些简单的话，研究发现，当感受被说出来，被准确辨认，情绪反应有机会慢慢降下来。共情并不一定会把人越哄越激动，很多时候刚好相反，原本堵在身体里，连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被另一个人温和地说中了。那一刻，他不用再拼命证明自己有多痛，情绪才有机会慢慢下降。委屈被承认，委屈才可能消退。理解他感到被忽略，不代表你同意他对事情的全部判断。共情不是认罪书，他只是在告诉对方，我看见这件事落在你身上有多重，我相信你现在真的很难过。至于这件事情的完整经过，我们等彼此平静一点再谈。这句话里面既有温度，也有边界。他过去最担心的是，一旦先安慰他，之后就再也讲不清道理。他害怕一个拥抱等于认罪，一句我明白会被解释成全部都是我的错，其实不会，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等彼此重新有力气思考，再谈事实与责任。通常不会太迟，理性不应该缺席，它只是应该晚一点进门。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不是以后谁有情绪，谁就拥有优先权，只要哭得够厉害，对方就必须闭嘴？成年人难道不应该控制自己吗？这个质疑很重要，因为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一旦被说得太片面，确实可能变成另一种伤害。不过，他也不是每一次都表达得很好，有回失望累积到顶，他把多年来的旧事一次翻出来，最后冲着他说，跟你这种人谈恋爱，谁都会倒霉。房间一下安静了。第二天再谈，他的第一反应仍是委屈。我昨天已经那么崩溃了，你为什么还只记得我说错了什么？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也很熟悉？有时我们终于等到别人愿意谈问题，却因为自己还在痛，觉得对方只要提出边界就是不够爱。可对方先接住过你的难过，并不表示那些伤人的话从此不用面对。他的委屈是真的，他长期缺席带来的失望也并非凭空想象。可是那句侮辱人的话仍然造成了伤害。情绪能够解释一个行为为什么发生，却不能自动取消行为的后果。这里要说一句可能不太讨喜的话，情绪本身没有道德属性。悲伤、愤怒、嫉妒、恐惧出现时，我们不必因为拥有这些感受而羞耻。可是从情绪出发做出的行为有边界，也会产生责任。愤怒当然可以出现，但羞辱伴侣是另一回事。偶尔崩溃也能被理解，只是眼前这个爱你的人，不该每次都被拖进同一片废墟。偶尔一次情绪失控，当然可以理解。人不是机器，谁都有被压力压垮的时候。问题解决以后，愿不愿意回头复盘，才是成长与重复伤害之间的分界线。如果每一次说错话都用我当时情绪不好结束讨论，如果每次对方提出问题就立刻哭、冷战或者威胁分手，让所有焦点重新回到自己的难过，那么情绪已经不只是求救信号了，它可能开始变成控制关系的工具。有些人未必是有意识的操控，也许他过去的经验就是平静说话没人听，只有把事情闹大，需求才会受到重视。小时候如此，上一段关系也如此，久而久之，他学会了一套危险的规则，只要我足够痛苦，别人就应该让步，只要我哭了，讨论就必须停止。我们可以理解这套模式从哪里来，成年人仍然需要为改变它负责，因为伴侣不是父母，更不是一个永远负责收拾残局的照顾者。爱人当然可以陪你走过情绪，可他不能每一次都替你收拾，也不能替你走完自己的功课。安全感确实来自彼此稳定的回应，另外一部分人要从自己身上慢慢长出来，能够停下来，辨认自己正在愤怒，
知道一句话出口后可能造成什么伤害，发现情绪太强时，愿意暂时离开现场，而不是逼着对方立刻给答案。这些都属于成年人的情绪责任。成熟不是再也不难过，真正的成熟是难过时依然知道，眼前的人不是用来承受自己全部痛苦的容器。所以，亲密关系中，情绪的优先级高于逻辑。这句话需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定，这里说的是处理顺序，不是谁拥有更高的权利。情绪高峰时，连接应该先于说服，等状态稳定下来，事实依然需要澄清，责任也不能被感受取代。情绪要先被安放，却不能永远被供奉。安慰一个正在哭的人，不代表从此不谈问题，那只是决定先把人从水里拉上来，再讨论他为什么落水，下一次怎样避免。如果一个人还在水里挣扎，你站在岸边讲游泳姿势，他当然听不进去。可人已经上岸以后，仍然拒绝学习游泳，只要求每一次都有人跳下去救他，这也不是健康的关系。他的问题是太早讲道理，他的问题则是在某些时刻希望情绪替自己免除责任。他们争来争去，表面上是一个太理智，一个太感性，底下却有相似的东西。两个人都害怕承认自己的脆弱。他怕的是，一旦承认做错，就会失去价值。他怕的是，如果不把痛苦表现得足够强烈，他的需要就不会被重视。他退进解释里，那里有清楚的规则，也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失控。他把情绪放得很大，是怕痛苦不够明显，最后还是没人重视。一个怕局面没有答案，一个怕自己的声音消失，绕了一大圈，真正的感受依然没有被好好说出来。那天争吵以后，他第一次没有要求他马上理解他，他沉默很久，说：“我昨天真的很失望。朋友问你为什么又没来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难堪，好像我一直在替你找理由。”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但我说：“跟你在一起，谁都会倒霉。”那句话很伤人，就算我很生气，也不应该这样讲。他原本准备了很多解释，听到这句反而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所以你当时最难受的，不是我没去，是你觉得自己又被我放在后面？”他点了点头。这可能是他们在一起以后，他第一次没有马上解释公司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那几秒对他来说并不容易，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提醒他，你必须让他知道，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不说，他就会认为你不在乎他。可他忍住了，不是压抑，而是终于愿意相信，先理解对方，不会让自己消失。你一个人到那里还要替我回答，应该挺孤单的。他说，他眼睛一下就红了。很奇怪，过去他解释半小时，他还是觉得堵，现在只有一句话，那股憋了很久的力气却松了下来。他没有趁机追责，也没要求他继续道歉。等情绪过去，反而是他主动问，公司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许多理性型伴侣很难相信的一件事。一个人得到共情以后，不一定会变得更加无理取闹。真正被看见的人，通常更容易恢复思考能力。过去他死死抓住感受，是因为你一直想把那份感受从他手里夺走。被否定以后，他只好继续证明，声音抬高了，旧事也翻出来，因为他怕自己表现得不够痛，你就还是看不见。当感受终于有人接住，防御不必继续，逻辑才有机会回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冲突都必须先抱抱。如果对方正在辱骂你、摔东西，甚至出现威胁行为，保护边界比维持表面的温柔更重要。你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也愿意听，但你这样骂我，我没有办法继续谈。我们先停一会儿，等能好好说话再继续。这不是冷暴力，真正的冷暴力是以惩罚和控制为目的撤回交流，让对方在不确定里煎熬。为了避免伤害而暂停，并且明确告诉对方什么时候回来讨论，属于情绪调节。关键在于你暂停的是升级中的冲突，
不是诊断关系。下一次，伴侣带着情绪来找你，先别急着判断这件事够不够严重。听完之后，问一句很实际的话：你现在想让我听你说，还是希望我陪你一起想办法？这句话看起来普通，作用却很大。很多冲突不是意见不同，而是任务没有对齐。一个人以为现在的任务是获得安慰，另一个人认为任务是解决麻烦。双方都在努力，却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问清楚，很多伤害可以在发生之前停下来。如果对方说我只想讲一讲，那就先听，不必马上评价他的同事，对不对？也别急着指出他哪里处理得不好。你可以帮他辨认情绪，偶尔确认自己有没有理解准确。所以你真正难受的是对方当着很多人的面否定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没有被看见？这里面没有虚假的站队，你只是暂时走进他的视角，看看事情从那里望出去是什么样子。等他的语速慢下来，身体也放松一些，再问现在要不要一起看看下一步可以怎么处理。得到允许以后，道理才会被当成帮助，而不是攻击，需要被共情。也别把所有责任交给伴侣去猜，没有人能够每次准确判断你需要什么。一句我现在还听不进建议，你先陪我说一会儿，比不断暗示最后因为对方没猜中而爆发更能保护关系。感受要说具体，不要只丢下一句你根本不爱我，然后要求对方从里面解出所有委屈。可以告诉他，你临时取消约会却没有通知我，我在那里等的时候，感觉自己被放在了最后。我希望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你哪怕只发一句消息，也让我知道真实的感受，加上清楚的请求，才是可回应的表达。你不爱我是判决，我刚才感到被忽略才是邀请。一个把对方钉死在坏人位置上，另一个给关系留下调整的空间。情绪过去以后，两个人还需要回来复盘，这个步骤不能省。很多关系每次争吵都以拥抱结束，看似和好了，问题却从未被解决。下一次同样的场景出现，旧伤连同新伤一起爆发，双方会困惑，明明上次已经道过歉，为什么还要再提？因为上次只有安抚，没有改变。复盘也不用开成检讨大会，两个人坐下来，先看看是哪一个瞬间让情绪突然升高，再谈当时那种表达有没有伤人，最后留下一项真的做得到的改变，比列出4-5条正确原则更有用。他和他后来约定，临时无法赴约时，不管多忙，都发一句明确的信息。他感到失望，可以直接表达，却不再用我永远不重要。这样的结论逼他自证。他也练习另一件事，当他听见指责感很强的话，不马上抓住字面反驳，而是先试着寻找句子下面的需要。他说你心里只有工作，底下可能是我想知道自己在你心里有位置。当然，看见潜台词以后，他仍然可以提醒，我理解你在失望，但我心底只有工作。这句话会让我觉得所有付出都被抹掉。下一次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需要我陪？体谅不是无限吞咽，温柔也不等于失去边界。好的关系不会要求其中一个人永远成熟，另一个人永远崩溃，更不会固定一个负责讲理，一个负责流泪，角色应该流动。今天你状态差，我多接住一点。明天我陷入低谷，也能放心把一部分重量交给你。共情是互相的，包容从来没有单方面妥协的道理。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仍然想问，亲密关系为什么不能像工作一样，直接解决问题？事情处理好，不就没情绪了吗？因为感情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只为了把问题解决掉。你和律师交流，重点是风险与方案，和同事开会，目标可能是推进项目。亲密关系当然也需要合作，可人愿意走进一段感情，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需要。在这里，我不必时刻维持社会性的坚强，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可以暂时不那么能干，面对全世界都要解释，至少在爱人面前，
希望有一小段时间，不必先提交完整证据，才有资格被心疼。这不是要求无条件纵容。所谓接纳，是我看见你此刻真实的样子，没有立刻推开你，等你重新站稳，我们依然可以谈规则、选择和后果。如果一个人袒露脆弱时，得到的总是审查，次数多了，他会慢慢收回自己。一开始他还会争，后来争的少了，他不再讲公司里受的委屈，也不再告诉他朋友的一句话让自己不舒服。遇到难过的事，他会找别人或者一个人消化。他起初甚至觉得他们的关系变好了，没有争吵，家里很安静，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情绪化。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听见他在阳台和朋友打电话，他在哭，声音压得很低，还说没事，我哭完就好了，你不用替我想办法，陪我说一会儿就行。他站在客厅里没有走过去，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教会他理性，他只是学会了不再把情绪交给他。一段关系真正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两个人争得最凶，而是其中一个人不再争。我后来才明白，安静不一定代表关系变好了，有时只是一个人已经算过，说出来要付出的力气太多，最后决定算了。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安静？手机拿起来打一大段，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不是已经释怀，而是太清楚对方会怎样回应。想到后面那场漫长的解释，连开口都觉得累。争吵至少说明他还相信你们之间有改变的可能。连委屈都懒得说了，未必是成熟，也可能是失望已经完成。他过去总想赢，赢下我不是故意的，赢下你的表达不准确，赢下这件事你也有责任。后来他的确赢了，他不再反驳，也不再要求他理解，可赢到最后，站在他对面的那个人退出了赛场。你总爱和我争个输赢，你赢了，我和我的眼泪要睡觉了。这句话最难过的地方，不是赌气，而是一个人终于明白，自己的眼泪在这段关系里无法换来理解，只会换来另一场分析，所以他把眼泪带走了，也把那个最真实、最柔软的自己一起带走。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关系，我想替你确认一件事，你希望伴侣先听懂你的难过，并不过分。你想要的是共情，不是一堂随时开始的大道理课。那一刻不过想找个地方靠一下，不想又被拉去解释自己。不过这份确认也不是在告诉你，只要感到受伤，所有表达方式都合理，没人应该为真实感受道歉。但我们需要为表达感受时造成的伤害负责。可以要求对方别急着反驳，也要练习不拿眼泪迫使他投降。可以希望有人接住自己，但不能把成长的任务全部推给那个爱你的人。如果你认同这样的关系观，也喜欢我们不急着替任何一方定罪，而是一起看见行为背后没有说出口的害怕，记得订阅新世解码所，也可以点个赞，让更多正在关系里反复怀疑自己的人看到这段话。我们想讨论的从来不是谁该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会在一次次争输赢的过程中把彼此越推越远。后来他终于明白，真正的理性不是压住情绪，理性应该帮助人理解情绪从哪里来，判断哪些行为需要改变，也为下一次做出更好的选择。假如所谓理性只能证明自己正确，却让身边的人越来越不敢说话，那不是高智商，只是一套非常精密的自我保护。同样，真正的感性也不是任由情绪决定一切，能感觉到痛，愿意承认需要，确实是一种能力。可一个人还要学会调节、表达和承担后果，才不会让敏感变成伤害别人的权利。感情里的成熟，大概就发生在那个短暂的停顿里。感情里的成熟，可能只是一次很短的停顿。对方哭了，你本来已经想好10句话反驳，开口前却先问你是不是很难过。轮到自己情绪上来，那句最伤人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也能停一下，告诉对方我现在没有办法好好说，我们晚一点谈，
但我不会逃掉。那一刻没有人赢，关系却可能被保住了。下一次，当爱的人带着委屈走到你面前，别急着告诉他应该怎么想，先确认一下，他此刻需要的是建议还是陪伴。如果只是想被听见，让他把话说完，等眼泪擦干，呼吸慢下来，再回到事情本身。该说清楚的事实仍然要说，该承担的责任也不能因为谁哭了就消失。先把顺序放对，道理才进得去，边界也得留着，不然共情很容易被误会成纵容。爱一个人，不是永远站在他那边，也不是永远站在所谓正确那边。更难的一件事，是先站到他身边，陪他看清发生了什么，再和他一起面对真相。习惯讲道理的人，也不用急着把自己判成冷漠。也许过去从来没人好好接住你，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次可以坦白一点。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安慰你，但我愿意听。这句话不完美，已经比一段滴水不漏的分析更接近爱。另一边，想被理解也不是软弱，只是从今天开始，把一部分力量慢慢收回来，需求尽量说清楚。情绪过去以后，愿意回头看看自己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爱人可以陪你走一段，却不能替你走完自己的功课。我们最后再回到那个晚上，他睡着以后，他发来的长消息还躺在手机里，里面有12处解释，6次反驳，还有一段关于成年人应该如何理性沟通的分析。每一句可能都有道理，没有一句问他今晚是不是很难过。第二天，他把那段话撤回了，他重新发来一句：昨天我一直在证明自己没有错，却忘了你在那里等我的时候，真的很失落。你愿意的话，今晚把想说的说完，我先听，等你好一点，我们再一起谈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看了很久，他没有马上回复一个拥抱，也没有把所有问题一笔勾销。过了10几分钟，他说好，昨天我说的那些伤人的话，我也会跟你道歉，难过不是我伤害你的理由，但我希望以后我说自己疼的时候，你先别急着证明我不该疼。没有奇迹，他们也没有因为一次对话从此再不争吵。他偶尔还是会下意识解释，他情绪上来时也会说出带刺的话，只不过后来他们渐渐能在那个旧循环刚刚开始时认出他。我们是不是又在输赢了？有人这样问一句，房间就会安静下来，不是冷战的安静，是两个人终于想起来，站在眼前的不是敌人。亲密关系不该是一场由逻辑审判情绪的法庭，也不该成为情绪绑架逻辑的现场。先让感受有地方安放，再让事实得到讨论，最后各自承担该承担的部分。顺序不能颠倒，其中任何一步也不能永远缺席。聪明当然很好，只是别把它用成一堵不肯靠近别人的墙。敏感也没有错，但成长的责任不能因此永远交给身边的人。感情里真正高级的理性，不在于每一次都能证明自己正确。看到对方快被情绪淹没，你知道此刻应该先恢复连接，等他平静下来，也愿意陪他面对那些不那么好听的真相。共情到这里才完整，既没有把人推开，也没有把问题藏起来。爱不是没有原则的偏袒，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公正，它更像一句话：我先理解你为什么难过，然后我们一起把事情说清楚。如果今晚的内容让你想起了某段一直说不明白的关系，也许你可以把这期视频转给那个人，不是为了暗示谁错了，只是希望下一次争吵开始以前，你们都能早一点看见藏在那些反驳、眼泪和沉默下面的真实需要。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一次这样的经历。你原本只想说我很难过，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证明自己有资格难过？那场对话里，你最希望对方听懂的究竟是哪一句？看清自己有时候需要别人的眼睛。这里是心事解码所，陪你读懂关系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